嗨，大家好，我是南岩，欢迎来到科技美学。很多人期待的 Redmi K50终于来了，它的这次的表现能否像以往那样叫好又叫座真正的能走量咱们抓紧来看。本次 Redmi K50电竞版宣传为玩家打造，造就可能是目前最冷静的骁龙8旗舰。在外观部分呢，本次共有3款配色。我们展示的这款呢是冰盏，背板呢采用了磨砂玻璃材质 ，X 的流线型机身，使得机器背板看上去呢充满了激情和速度感。左上角摄像头模组呢同样运用了 X 的元素，搭配3摄镜头模组，镜头的凸起适中，并且呢还在镜头组的周围加入了机甲氛围灯，可以在充电通知来电以及游戏场景当中呢亮起来。设置当中，你可以对闪烁频率以及颜色进行设置。双色温的闪电型闪光灯也延续了前代的设计。边框部分呢，本次 K50电竞版和前代是不一样的，整体采用了平直金属处理。CNC 倒角的加入让手感有进一步的提升。双扬声器开孔以及音量键设计也同样融入了 X 型的设计。顶部边框呢同样带有红外线开孔，可以方便操控你的智能家居。除此之外呢，本次左侧按键下移，使得双手握持机器的时候误触的几率小了很多。来到另一侧，电源指纹2合1的按键和机身边框融为一体。按键区域是较小的，两侧呢则是机械式的磁动力肩键，两侧向内滑动弹出肩键，肩键呢整体手感适中，回弹也比较足。4颗按键来回波动，有微小的晃动情况。重量方面，出厂自带贴膜的情况下，实测呢是212.5克。如果对比同类的游戏手机竞品，这个重量是非常轻了。如果和其他的常规手机机型比呢，212.5克的重量也还算是可以接受。当然，毕竟是游戏手机直屏加上平直边框的设计，竖向握持的时候就没有其他的曲面屏机器那么优秀。机器正面搭载的一块6.67英寸 OLED 柔性直屏，居中挖孔，2400×1080的分辨率，最高呢支持120赫兹刷新率以及48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并且支持高频的 PWM 调光。正面观感方面左右等宽，下巴略宽，整机屏占比呢实测来到 86.7%。屏幕整体亮度方面，全屏显示白色图片时呢，手动最高亮度 474.9， 强光刺激下呢可以达到 617.9， 亮度表现的中规中矩。只看数据呢 ，Redmi K50的显示部分不算突出，我们不如看一下实际显示效果。这个环节找来同样是 1080P 的3款机型播放一段 HDR 视频。我们先不显示机型1、2、3、4，你觉得哪一个看起来更舒服呢？下面我们公布结果。声音部分，此次 Redmi K50电竞版搭载了双中低音单元和双高音单元的扬声器，在手机领域罕见的组成了4单元扬声器系统，而扬声器的位置也做了整体的向上移动。当你横向握持的时候，手掌呢就不会遮挡住扬声器了。那具体的声音表现怎么样呢？我们直接找来同样搭载4单元扬声器的小米12 Pro 来做对比。再轻轻抽出我的手，直到思念从此生根，华年从此停顿，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
除了扬声器部分啊，在麦克风输入方面也有调整。除了常规的双麦克风之外，还在居中的位置呢增加了第3枚游戏麦克风，让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呢语音更加清晰。而在震动部分，超宽频 X 轴线性马达在我们日常的实际体验当中表现是很不错的。首先呢，震感的量很足，段落很清晰，不拖拉。再配合MIUI 的调教，整体震感啊确实非常舒服。这个环节我们同样找来目前市面上震感比较不错的几台机器来做对比，大家呢可以戴上耳机侧面的来感受一下，当然这里只能做个参考。边框部分2枚磁动力肩键，在日常使用当中呢，还可以当做快捷按键来使用。比如说一键录制、一键静音、一键拍照，直接盲操作是非常方便的。在设置界面呢，可以对音效、场景、光效进行自定义的设置。期待啊，后续可以开放一键扫码等功能，那就方便了。亮屏的状态下呢，同时滑动肩键就可以进入游戏空间。在这里，你可以单独的对游戏进行 GPU 的设置以及触控的设置。游戏中呢，也可以滑动屏幕边缘，唤起 Game Turbo 的界面，对于实体肩键进行设置。肩键部分啊，你可以设置成单击触发或者是分段触发。单击触发呢，就适用于射击类的游戏啊，你可以左键开镜，右键射击，就像我们玩主机射击游戏一样。而分段触发呢，适用于类似王者荣耀这种 MOBA 类游戏，按下呢就打开地图或者背包，抬起呢则是关闭，可以有效提升游戏当中的效率。当然了，还有更多映射的方案。除去肩键设置呢，还有快速清除内存、录屏、熄屏、挂机、画面风格等快捷按键设置。最后呢，则是变声器以及射击类游戏的准星辅助，可以针对样式、大小、颜色进行自定义的调整，还有计时器功能。总之，这个游戏空间里面的功能还是比较全面的。硬件性能方面 ，Redmi K50电竞版呢搭载了全新一代的骁龙8处理器，还有满血版的 LPDDR5以及 UFS 3.1的闪存。在常规室温25到27摄氏度下呢，300尼特亮度。我们一共测试了6轮，选取最高跑分。在 Geekbench 5的跑分测试当中呢，单核1227，多核3560。和近期发布的其他旗舰机型相比呢，表现中规中矩。AnTuTu 跑分呢测试接近100万分。存储的顺序读取和写入测试当中，顺序写入呢是1471，这个成绩呢在一众骁龙8机型当中排名第1，很出色。而顺序读取的速度仅次于小米12 Pro， 随机读取写入的测试成绩呢也属于排名第1、第2的位置。看起来啊，小米在存储优化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在 GFX Bench 测试当中呢 ，OpenGL 3.1 离屏测试中，几款骁龙8机型帧率相差不大，而在 1080P 的离屏测试里呢，107的成绩中规中矩。曼哈顿 3.1 离屏测试当中 ，Redmi K50电竞版163的成绩也属于骁龙8的正常水平。而在曼哈顿 3.0 的离屏测试中呢，它的表现呢就不及已经发布的其他骁龙8机型。看完了跑分测试啊，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体验。在室温22到25摄氏度下，手动300尼特亮度，开启游戏性能模式。先来看30分钟120帧的王者荣耀。从帧率图你可以看到啊 ，Redmi K50电竞版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满帧运行的情况下，正面最高39，这个温度对比之前测试过的机型，表现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背面温度呢是最高41，表现也不错。最终呢，游戏30分钟耗电18%。由此看来呢 ，K50 在王者荣耀120帧的情况下表现的还是不错。下面呢，我们继续看一下和平精英的测试。我们开启 HDR 高清画质，极限帧率，开启抗锯齿和阴影，连续运行30分钟。游戏结束之后呢，平均帧率是59.7，帧率表现稳定。在温度方面 ，K50 呢正面居然只有37.3，而背面呢也只有38度。即使是在23摄氏度的室温条件下啊，相比较之前发布的几款骁龙8机型来说呢 ，K50 的温度控制呢也算得上是比较优秀了。本次啊拿到工程机只有2天时间，我们只简单测试了这2个热门游戏。
频率和温度的表现呢都还不错。由于几天后还会有大版本更新，所以呢关于更高负载的测试，比如说 3D Mark 或者是原神等等，过2天手机上市并正式更新固件后，我们再为大家带来测试。大家也可以关注科技美学的微信和微博，我们也会把正式版固件的测试结果发在那里，你可以提前看到。充电续航方面 ，K50 电竞版的120瓦充电加上4700毫安时的电池，可以应对日常游戏中的续航焦虑。经过实测呢，在完全充满电的状态下，在300尼特亮度默认智能刷新率的情况下，浏览网页、观看视频、高清录像以及和美精英4个选项各半小时，合计呢是2个小时的测试，最终呢剩余电量55%。测试当中呢发现一些小问题在完全充满电之后，浏览30分钟网页以及观看高清视频，合计1小时之后，状态栏的电量显示呢只有3%的变化。我们开始以为是状态栏卡顿了，那经过更多测试，当电量达到80%以下的时候，那电量显示以及耗电速率相比较于其他的机型就会明显加快。那这也说明呢，目前的工程机固件并不是最终版本。那更多的完整测试呢，还是要等待新机正式上市之后。而在充电方面，经过实测，从1充到手机显示100%电量，一共用时18分钟。那充电时的最高功率来到86瓦。但是86瓦的最高充电功率，在目前一众骁龙8机型当中，已经算得上是很优秀了。另外呢 ，L 型的1.5米长的充电线和分区散热方案以及防火材料的加入，这也是针对核心玩家边充边玩的需求进行了专门的优化，这是其他非游戏类的手机很少关注的。K50 的电竞版并非主打拍照，但是呢，毕竟也是有6400万三摄组合，我们还是简单测试一下拍照的情况。对比的机型，我们找一款同样不是主打拍照，但是也有一定实力的 iPhone 13 mini。2台机器呢都使用默认的拍照模式，其中呢 K50 默认模式是1600万像素，而 iPhone 13 mini 默认为1200万像素。白天样张选择在一个有雾霾的早晨，第一眼看的观感呢，苹果整体颜色更舒服，天空颜色经过重新调整，空气呢也有一定的去雾霾处理，观感上更通透更好看。而 K50 则更加写实。放大后看一下建筑墙体的细节，照片分辨率更高的 K50 呢，明显细节更多。简单的说呢，就是 iPhone 更好看，但是 Redmi 呢更清晰。再来一组理想光线下的植物特写。颜色方面2台手机比较接近，花瓣的细节呢都能很好的呈现，但是呢2台手机的自动对焦点并不相同。在对焦点外远处的画面当中K50 虚化更加模糊，苹果呢则呈现出了模拟传统镜头的焦点外光斑的效果。下一组样张，我们进一步通过标尺对焦来看一下2台手机微距的对焦点。下面再来一组夜景样张，初看起来K50 的画面更亮，且颜色略有偏冷，但是呢2台机器总体相差不大。放大看一下细节首先呢是灯光部分，两者呢都是明显偏蓝的，都不准确。iPhone 的画面呢清晰度更高，但是画面中噪点颗粒感也比较明显。K50 呢画面噪点较少，明显经过了 AI 处理，但是呢在一些文字标牌清晰度方面就不如 iPhone 了，一些墙体上的纹理呢也有缺失。最后呢，再看一组自拍样张的对比。作为游戏手机K50 并没有对前置镜头人像做太多的优化。在这一组当中呢 ，iPhone 的人像观感更好一些，画面更亮，细节更多，右侧灯光区域的区别也是比较明显的。2台手机的视频拍摄对比，我们看一组放烟花吧。到这里就和春节正式告别了。
总结一下啊，看起来今年的 Redmi 呢是有很多不同的打算啊。怎么讲？在产品层面呢，一如既往的要有一个越级的表现；而在产品定位方面呢，也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纯粹的性价比品牌，对吗？在产品的逼格方面这次也是拉满。对于那些喜欢 Redmi 品牌的同学呢，让他们会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我似乎已经看到未来 Redmi 呢将会成长为一个完整的系列，针对不同的用户群体。好，这里是科技美学，我是南岩，咱们下期节目再见。